大家好，我们先前讲了常规坐标、对数坐标、趋势以及阻力支撑位、成交量、价格成交量、时间成交量等等的这个 K 线实战应用。那这一节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讲单根 K 线以及 K 线组合以及 K 线的背离相关的实战应用啊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蜡烛图，很多朋友应该了解啊。考虑到一些小白同学们对这个 K 线还是不够有正确的认知，所以说从这个最基础的开始，阳线、阴线，然后最低价、最高价，然后开盘价、实体收线、收盘价。那然后我们到这个带影线的部分，开盘价，然后最低价、最高价、实线收于开盘价以上收盘，那就是什么？阳线的十字星。然后反过来，收盘价低于开盘价的时候，它是阴线的十字星。然后还有这个光头阳线，也就是带着影线的下影线的收线的实体这个阳线啊。还有就是开盘价在这儿，收盘价在这儿，然后最低价在这儿，带着下影线的阴线。然后像这种就更明显了啊，开盘价、最低价，然后收盘价收于开盘价以上，倒垂 T 字阳线啊。反过来，开盘价在这儿，最低价在这儿，收盘低于开盘价，然后 T 字的阴线啊。同理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倒垂阳线、倒垂阴线、倒 T 字阳线、倒 T 字阴线都有啊。大家可以截个图，然后可以慢慢看一下。然后这个结束以后，我们需要看一下 K 线的组合啊，也就是说几根 K 线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把典型的状态画了几个样式。像这个阴线加阴线的十字星，再加一个有个短上影线的短阳线，这样的话就是翻转乏力。然后上攻的时候持续带着上影线，然后加上第三根带着下影线的一个短下影线的一个阴线，上攻乏力。然后 T 字阳线再加十字星阴线，再加上短下影线的很扎实的比较长的这个阳线，强势翻转啊。然后像这个倒垂三根，然后最后一根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实线，这种情况下就是见顶翻转。还有像这种十字星再加上一根阳线一根阴线，这种情况就是多空焦灼纠缠。然后还有这个连续阳线，虽然带着上影线，但是不是很长啊，这种情况下就是强势上涨。反过来加速下跌，然后长长的上影线啊，然后见底翻转，全部都是留了长长的下影线，然后最后一根收盘价高于开盘价，然后收了一根倒垂的阳线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看
单根 K 线跟 K 线组合简单的临近的左右几根 K 线以后，就相对很容易的预判未来 K 线的大的方向。但是注意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什么？这些都没有绝对的啊，只是根据你的实盘经验去把大概率事件预测。那好，除了这个单根 K 线以及 K 线组合的这个基本要义以外，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？ K 线跟成交量还有辅助指标其他等等的相关背离关系啊。然后我们知道啊，前些日子在这个位置我们说连续出现周线日线的顶背离啊，但实际上它顶背离过后给没给回调呢？给了啊。说白了，顶背离以后它下跌了，只是这个下跌深度不及我们所预想的。然后像这种背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看多少根 K 线呢？这个是一个问题啊。也就是太长区间的话，这个背离可能就会怎么样失效了。也就是说，它的背离不会太强烈，然后反应的不是很及时，或者是反应的没有那么明显。就像这个位置，实际上它给了背离也给了回调，但是感觉上这么看好像这个背离没有起作用，反而什么现在价格上来然后打掉了已经啊。实际上不是啊，仔细看细节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日线给了背离以后它确实下跌了啊。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给了背离以后也有下跌。我们可以扩大看一下，从这儿到这儿给了背离以后下跌了啊。我们仔细看，给了下跌啊。包括从这儿到这儿的背离，它还是给了下跌，只是下跌的幅度没有很大，导致感觉是背离失效了，实际上没有失效啊。强势行情当中就是这样，给了背离回调以后，然后继续向上。要是看得粗略一些的话，就是感觉背离失效，然后继续打破这个背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它 K 线之间强势行情当中或者是弱势行情当中，无论是顶背离还是底背离 K 线形成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，这是需要根据经验去慢慢掌握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两根 K 线之间形成背离最有效的这个 K 线周期是多少根？也就是说，从这儿到这儿最好是多少根以内的背离是相对有效，完了明显24根啊。大家可以记住24根，这个是我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目前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边到这边，很显然已经超过了24根，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不用数了啊，肯定超过24根。所以说它的背离虽然也有效了，但是它的回跌怎么样？它通过时间换空间把这种背离的关系打弱了。我们可以这么看啊，包括我们现在近期的，我们看日线、小时线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儿到这儿就已经形成了背离啊。
多少根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根，然后结果下跌，没有问题啊。那底背离呢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，从这儿到这儿1根以内，它就有了一个底背离，所以说非常明显啊。那这边呢，从这儿到这儿3根之内的背离，然后结果回调，然后再打上来，然后一直走到这儿，它始终是背离啊，纠缠，然后背离确认，从超买区落到正常的区间，然后一下子怎么样破位掉下来，然后直到下方给了背离再反弹。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，一个是单根 K 线的意义，还有一个 K 线组合的意义，然后还有 K 线之间的背离辅助指标之间的应用。那多少根 K 线？24根 K 线以里最佳有效的这个范围。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是什么？ K 线长的 K 线结束以后必然是怎么样？短 K 线的盘整，盘整结束以后它必然又会出来大的 K 线，大的 K 线结束以后再出来短的 K 线，然后出来相对再大的 K 线，再盘整，再大的 K 线，然后再小的 K 线盘整。所以说我们要做单的时候尽可能要吃到这种大的 K 线啊，然后盘整区域我们是需要密切关注等待，充分的做好 K 线分析，然后择机进场干嘛？开空或者是开多都可以啊。像这种三角震荡区间就是蓄力的过程，等上了一个阶段平台盘整蓄力，然后成交量逐渐缩量，然后关键支撑位踩住回踩确认开多，下方设止损，然后它会怎么样？连续出来大的阳线啊。所以说这个区间也是一样的啊，典型的，包括像下跌也是一样，下降型三角震荡，长的 K 线出来，然后短 K 线的盘整，然后再出来长 K 线，再短 K 线盘整，再出来长的 K 线。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些基本功扎实的都要学会，然后真正的应用到实战当中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交易结果，祝大家交易顺利。